啊，问你呢。啊，你说那小魏怎么了？小魏呀，就是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得手把手的教。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学生，你说都怎么了？你说写个这个讲话稿都不会，这不今天吗？给我们处长写个讲话稿，被打回来了，骂了几句，哭得梨花带雨的。我就只能是给他调啊，一点点的抠，我这一点点给他讲，就是所以才忙到现在吧。小魏是女的呀？哦，还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好为人师了。是说呢，以前在我们单位，我挨个都叫老师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也当老师了。挺好的。哎，老伴儿，你吃吧。我洗澡去。我这有，很累了。哎呀！各位债权人，在您的面前有红、绿、黄3种颜色选票，同意重整方案的，请您投绿色选票；反对的，请投红色选票；弃权的，请投黄色选票。这一次一定可以通过。各位，经过严谨的遴选和谈判，由管理人、债权人委员会及相关部门代表组成的评审组最终决定，奇屋集团在公开竞标中中标，他们将成为万和集团最大的股东。所有的债权人将按照重整计划草案确定的债权受偿方案得到受偿。现在，让我们有请奇屋集团李总上台。刘总，就像我们这些小债权人认栽了，拿钱走人就算了，可你这大债权人也这么认了啊，32.3%，你能拿回来多少啊？啊？我一共投了10亿，只拿回来3亿多，1个万和就把我给拖垮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投标啊？万和现在才18个亿，多好的投资机会啊！尊敬的各位领导、法官、万和集团的各位同事、债权人朋友及管理人团队、审计机构团队、各位同仁，很荣幸今天能由我来代表奇屋集团发言，并分享此时。这儿回所里吗？故事结束了，回去。和鼎鑫交涉一下，让他们把剩余的代理费结清了，还差多少30%，300多万。咱们这一个案子挣了1000多，量程所挣了5000多。那他们是倾全所之力，咱们这个案子基本都是靠徐老师您自己呢。我不是方力宏，一个案子殚精竭虑的，犯不着。徐老师还得是您。
这个游戏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把所有精力放在刑事自诉上，一定要把姓陈的打到监狱里头去。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？谁啊？银华所的那个夏叔。夏叔，他可崇拜您了呢。这种人多了去了。夏律师，喂，徐老师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给您打电话，也不知道您会不会接我电话呢？夏律师，虽然我们的合作结束了，但我还是很怀念我们一起工作的日子。真的吗，徐老师？我也经常怀念在您身边工作的日子呢。徐老师，我能见您一面吗？有件事儿，我觉得您应该知道。什么事儿？我还是想见到您，当面跟您说。这样吧，正好我要回所里呢，你到我所里见吧。谢谢您，徐老师。那我们一会儿见啊，再见。一会儿见。这个傻白甜要找我干嘛呢？不知道啊。其实我挺喜欢他的，跟他在一起相处不累，也不用设防。我也喜欢一马平川、一览无余的。看看他想干嘛吧。进。徐老师，夏律师，您在写字儿呢。您字儿写的可真好。你也喜欢书法呀？啊。徐老师，您能送我一幅您写的字儿吗？你要喜欢，这幅写完我送给你。好。你来找我，你另外2个伙伴知道吗？他们不知道，我是私下来的。那有什么事儿就说吧。我之前跟您提过，我有一大学同学在外国的大型咨询公司上班，但当时您好像没当回事儿。不过我还是委托我那个同学帮我调查了万老板的女儿资产情况。徐老师，您看好多哲学书啊。那现在调查怎么样了？他说万老板在外国藏匿了大量的资产，他女儿前段时间还购买了一船贵金属，正往国内运呢。这万和突然要破产了，就让停下了，这会儿在公海上飘着呢。您这厨房可真好啊！贵金属？什么贵金属？具体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不是黄金。哎，但我同学说，那个可比黄金要值钱多了，是军工高尖金产品用的，一船3个亿。3个亿？还是美金。我同学说，这万和破产重整尘埃落定，这船也该靠岸了，就是不知道是开回中国呢，还是返航呢。徐老师，这个信息对您来说有没有用啊？徐老师。小夏，你坐。小夏，你刚才说这信息都真实吗？当然是真实的啦，徐老师，我不会骗您的。喝口水。谢谢，这些信息对我很有帮助。我约了个客户在楼下见，我去就回来，你等我。徐老师，那我也先走了，我过来就是为了跟您说。小夏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坐。小夏，其实我一直很想和你好好聊聊。我觉得你很优秀，也很有潜力。之前罗英子呢替你们做主回绝了我的邀请，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你能够来到我们团队，和我一起工作。真的吗，徐老师？之前罗姐拒绝了您提议，我还特别难过呢。那当然是真的。这样好不好？一会儿等我回来，我把那幅字写完送给你，然后我们再好好聊聊我们合作的可能性。好，那你等我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职工代表、债权人代表
万和集团万总。政府代表徐主任上台。管理员团队代表方律师、陶律师上台。小常，哎，徐老师，夏叔在我办公室上面，你上去陪他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别让他离开我办公室，别让他打电话。怎么了？你别忘了，记住，在我回来之前，别让他离开，别让他跟外界联系。夏叔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来啊。这徐老师见客户还要多久啊？要是时间久的话，我去给所里打个电话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着急吗？不着急啊。不着急，你打什么电话呀？再说，咱们都多久没见了？徐老师去处理一个合同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可是攒了一堆八卦跟你说呢。正好，我点个奶茶，今天第2杯半价。你喝什么？芋泥波波奶茶。你不怕胖啊？3分糖。好嘞。我宣布，签字仪式正式开始。死到临头了，不接电话。哟，看来夏叔这话是地道了，接不接？不接。签约仪式应该还没结束吧？能不能阻止就看他自己了。又来了，这么执着。他这人你还不了解，目中无人，而且还目的性极强。你好，签约会结束了吗？会议结束了，他们去2楼了。感谢呢，非常感谢，主要得感谢方律师的。没有，我们应该做，应该的。来，我们庆祝一下啊！恭喜！谢谢徐主任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没回电话？我那个刚才在台上签约没带电话。来，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们的幕后英雄许卓律师。因为许卓律师呢，在最紧要的关头，他说服了鼎鑫集团改投了赞成票，所以咱们的方案才能成功的通过。再次的感谢许卓律师，非常感谢，恭喜！哎，喝一杯啊！许卓律师。感谢啊，恭喜！
你看中间那张照片，那是徐老师的第一任夫人。真是郎才女貌。左边是他的第2任，右边是他第3任。这3任可是一位比一位漂亮，一位比一位有能力，还一位比一位年轻呢。不过也侧面说明了，徐老师确实能力出众，不然3位太太怎么都会为他折服呢？可不嘛，我们徐老师可说过，他是绝对不会忘记他生命中出现过的任何一位女性的。哎呀，徐老师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要不然我先走了吧。这么快？哎，徐老师，在聊什么呢？我跟夏律师瞎聊呢。行，你先去忙吧。我先走了。夏律师，坐。徐老师，我刚刚跟张律师在聊您和您太太们的爱情故事呢。夏律师，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，一船贵金属价值3亿美金，会不会是误传，或者是假的呀？你同学不会骗你吧？我同学怎么会骗我呢？徐老师，我同学在一家大型咨询公司工作，叫美国加勒德公司，您应该听说过吧？他们专门干这个的。当时美国金融危机，他们帮了好几家大空头，赚了好多钱呢。再说了，我们是跟他们公司签了合同的。谁跟谁签了合同啊？我们所和他们公司啊。外国人做事就是严谨，那个背调报告发过来好几10页呢，我翻译了好几天才翻译完。你们什么时候拿到报告？我想想啊，就那天，罗姐跟您签完了解除合作协议，回去以后晚上就收到了。是在签解除合作协议之前还是之后？是在之后。你看，这邮件上都有时间呢，确实是在解除合作协议之后。徐老师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夏叔，你也是名律师，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。如果这件事情泄露了，对我们、对我、对你们所都很不利，对吧？我知道，所以我赶快来告诉您了。不过，徐老师，我们跟您已经解除了协议，这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了。倒是对您确实是不利。您是鼎新的代理人，对吧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也是刚刚才听你说的。我之前提醒过您啊，您没当回事儿。夏叔，你可别乱说呀！我没乱说，我录音了的。徐老师，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，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，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？调查他女儿，没必要吧？咱们如果查一下呢，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，就是得花点小钱。多少钱？也没有多少吧，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。先不需要。怎么还录音了呢？我脑子笨，老是记不住事儿，所以每次开会我都会录音。徐老师，这件事儿呢，我已经告诉您了，怎么办？您好好想想吧。我确实该走了，我男朋友还在下边等我呢。徐老师，再见啊！徐老师，夏叔走了。你跟我说过他是个傻白甜。对呀，您看他那个样，不就是很傻白甜吗？你才是个傻白甜！轩儿，我出去。哎。那张小姐把她3位前妻有多么优秀，详详细细的给我介绍了一遍。哎，
你说他把那3位前妻的照片放桌子上干嘛呀？为了提醒自己离过3次吗？不是，为了提醒自己分过3次家产。等我40了，我也要把我前男友的照片全都贴在一面墙上。哟，我也得提醒我自己，我年轻的时候有多招人喜欢呢。来，夏叔，就刚刚最后这段话，来，我再给你录一遍，发给郝总听听。那是他的荣幸。哎，罗姐，咱们的报告怎么办？那可是颗原子弹了。你也知道它的分量对吧？当然了，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？这样发出去，不光能炸平卓越所，还会有梁成所。罗姐，你不会对梁成所还有留恋吧？你呢？他们当时确实对我挺好，但也是因为我爸出事了以后，做了那么久。同志们，法院来开庭通知了，陈硕的案子要开庭了。行，那我给陈硕和薛律打个电话吧，叫他们过来一趟。行，我饭都买好了。公管账户的事儿，不用顾虑太多吧？就凭你们几个的能力，很容易就打掉了。打掉是能打掉，就是会给法官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人之常情的事儿，他要是连这个都理解不了，怎么说？道德洁癖。就是。但我就是比较担心这许卓，他这人太下作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把这准备做充分了。如果我是许卓的话，我一定不会在法庭上承认明山就是想赖账。没错，他们会说根据约定，律师费应该由甲方来支付，所以这笔钱也应该先打到甲方的账户，再由甲方去支配。他们会拿这个点来做文章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取胜的话，就必须证明甲方从一开始就想坑律师。但咱们现在缺这方面的证据。这会儿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啊？喂，许律师。英子，你方便吗？我想找你聊聊。咱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吗？我就在你办公室楼下。我想跟你聊一下陈硕的事儿。不想。怎么办？说，看看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好，我下来。去穿个大衣。阴魂不散，烦不烦你？谢谢。我知道你不想见我。您有什么事儿尽快说吧，我还要忙呢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和你之间有些误会，我想当面和你澄清。没什么可澄清的。您来不是跟我谈案子的事儿吗？明山执意要起诉陈硕，我是明山的代理人，没办法违背当事人的意愿。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一点。明天就要上法庭了，您现在跟我说这些，不觉得有点可笑吗？我不想和你成为敌人。明山那边，我可以做他们工作，让他们明天一大早撤诉。但是，在别的事情上，我希望你别为难我，可以吗？您说的是万和的事儿吧？真没想到哈，您能为别的案子背着现在的当事人，私下去找对方代理人勾兑。您这样做事儿，明山那边知道吗？英子，你了解那些事情，
一旦曝光了，很多人会受牵连。这样吧，你提条件，不管是撤诉，还是要代理费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你随便提。我知道，你是个善良的人。对，我是个善良的人，而且我是个有原则的人，所以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达成交易的。徐律师，我替你感觉到可悲，你是一点底线都没有。今天呢，我就当你没来过。英子，喂，韩律师。这边请。韩律师，许卓律师到了。韩律师，你先去忙。哎。韩律师，韩律师，哎呀，许律师，还有你到我这儿的时候啊！啊，来，请坐。韩律师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们敏山集团起诉陈硕的事情，只是针对他个人行为，绝对没有冒犯你的意思，这点你放心。哎呀，放心，哎，你们就是想冒犯我，你们冒犯得着吗？是不是啊？韩律师，目前这种状况，并不是我当事人孙总愿意看到的，他也没有打算扣着你的律师费不给，这完全是陈硕从中作梗，让韩律师受到了连累。在这里呢，我替孙总表个态，原本代理费中属于你的那部分，我方会尽快汇到你账上。哎呦，那这太好了！哎呀，太感谢了！但是这个天上不会掉馅饼吧？啊，这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？你们有什么条件？啊？韩律师不愧是老江湖啊！我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证人出庭的申请，想请你作为证人出庭。不，这让我出庭，这不？代理协议可是你们两个人一起签的。合同中只规定了你们可以代为收取执行款项，没有代为分配的权利。明天在法庭上，你只需要如实把事情告诉法官就可以。韩律师，你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律师，不然也不会把钱退回来，对吧？好了，那就不打扰了，谢谢你的配合。啊，再见。再见。
我送送你。来，不用了。看我干嘛？你今天怎么这么沉默呀？平时你像个喜鹊，叽叽喳喳的说个没完。我可能是开会开累了吧。你是担心陈硕吧？陈硕的案子咱们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，虽然有风险，但是咱们有专家背书，而且又证据确凿，许卓大概率是告不赢的。我就是怕这个徐卓啊，狗急了跳墙，出阴招。你可要知道，他是奔着要毁了陈硕来的。以前你总让我乐观一点，怎么到你这儿还悲观上了？放心吧，相信我，没问题的啊，小同志。希望如此。哎，这陈家怎么回事？最近都没见他接你来啊？他最近单位忙。那也不能这样，等我下次见到他，好好说道说道他。你说人家干嘛？这样挺好的，我们俩各忙各的，我心里的负罪感也能小一些。我真是挺佩服你俩的啊，这哪是夫妻呀，就是个搭伙的。我们俩真挺好的，你就别操心了啊！你赶紧想想明天的案子，万一明天要是赶上一个严厉的法官，还是有一定风险的。谁呀？你帮我看看。老韩，这点给我打电话干嘛？接吗？接，等会儿拿下去。哎，韩主任，这都几点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听说，这个明天陈硕这案子就要开庭了，是不是？哼，是啊，这两个人同时代理一个案件，一个人呢要单独上法庭，可能还面临着刑事，而另外一个人一点事儿都没有。韩主任，这会儿您一定很得意吧？这得意啊，那就是你说的这样。那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吧，我在办公室。韩主任可以啊，都这点了还加班呢，这么任劳任怨啊？操心啊！我的搭档摊上刑事案了，我能不操心吗？您操心找陈硕去啊，让他念你一个好，你找我干嘛呀？我找你不是陈硕的代理律师吗？对吧？我找你，我不找你找谁？我找你有事儿，你爱来不来？还是叫我现在过去？你说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他，咱们还不了解。哼，但是他为什么非得让我过去呢？表示对陈硕的关心呗。哎呦，算了，不想管，脑袋疼。不用管着。自诉人，灵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，诉被告人陈硕侵占罪一案，现在开庭。首先，请法庭允许我向被告人表达尊重，因为他是一名律师，是我同行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要向他提起刑事自诉，并要求他承担刑事责任？作为一名律师，我们的使命是用我们所学去维护法律的正义，而不是像本案的被告人陈硕，明知自身行为的违法性，却为了巨额利益，悍然地实施犯罪。这是对法律正义的践踏，对律师这个职业的亵渎。陈硕律师不仅自行承担了合同约定的巨大风险，还使名山取得胜诉生效判决作为有效债权凭证，并使部分债权得到实现。被告人陈硕主观恶性极大，态度极其嚣张，明知无权处分属于名山集团的财产，更无权在控管账户中提取款项，反而在名山屡次提出友好协商的情况下，悍然将其转移动用，占为己有。自诉人名山集团违反协议约定，
私自与明海集团签订和解协议。明山集团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违约，且其向良城律师事务所及陈硕律师支付全额律师费的条件已经成就。如果这种行为都无法被侵占罪所规制，那么该项罪名的设立目的何在？刑法惩罚罪犯、保护人民的制定目的何在？明山集团的上述行为不仅背信弃义、过河拆桥，毫无契约精神，其在公安机关已经撤案的情况下，执意提起刑事自诉，妄图利用公器获取私利，利用刑事诉讼打击在其重大困难时给予巨大帮助的合作伙伴，更是违背了最基本的善良情感与共同价值观，其主张显然不应得到法庭的支持。审判长，双方争议的无非就是律师代理费，我想特别提醒法庭注意，代理费是否有争议，绝不能成为阻却陈硕占有涉案款项的非法性的理由。审判长，若非明山违约在先，造成被告人极大的不安，在紧迫情势下私力救济，保护自身合法利益，被告人陈硕如何会留置涉案款项呢？不管对方如何狡辩，陈硕私自从共管账号中转移处分涉案款项，已经是违法行为。我也和代理协议中另一个代理人韩志忠律师取得联系，请韩律师出庭作证。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是良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韩志通，也是涉案协议的另外一位代理人。韩律师，我们能了解到，陈硕从共管账户中转走560万，把其中20%付给了你，为什么后来你又把该笔款项返还给了明山集团？因为我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律师。协议确实约定了我们可以代收、执行或者过付的债权款项，但是没有约定可以自行支取分配。陈律师给我分钱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件事儿有风险，所以主动的把这笔钱退了回去。中间我还劝陈律师退款，实在不行找明山协商一下，重新签订一份补充协议，但是陈律师不同意。要我说，陈律师就是太年轻，经历的事情太少。审判长，韩律师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，陈硕明知违法违约，并在另一个代理人的劝阻下，依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去提取和分配属于敏山集团的巨额款项，主观恶意极大，明显符合了侵占罪的犯罪构成。韩律师，被告人陈硕是如何从共管账户中提取、分配过付款项的？这个过程，你是否知情？一开始是不清楚的，后来拿到钱以后，我还纳闷儿，不是说共管账户吗？对方又明显的不愿意付钱，所以这笔钱是怎么支取到的呢？我问过以后我才知道的。要说明山确实面临着困难，我理解，代理费想少付一点也不是不能商量。韩律师，请对你的法庭发言负责。自诉人明山集团从未有恶意违约的故意，我们也积极和被告人进行沟通，力求达成一致。审判长，我要回应一下自诉人。首先，我们并没有否认被告人陈硕在共管账户中的操作存在着瑕疵，但这一切正如证人韩律师所述，是在自诉人明山集团公然违约在先的前提下，我方当事人陈硕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无奈之举。何况双方并未就律师费金额的结算事宜达成新的一致。按照合同约定，陈硕律师在共管账户中提取的560万元远未达到约定支付金额。
结合付款条件已经成就的事实，该560万元不能笼统地认定为明山集团的款项。审判长，我们这里恰好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录音，这一段的录音的当事人正是自诉人法人代表孙明山先生。这一段录音可以证明，我方当事人陈硕律师采取私力救济，就款项留置的前提是因为对方违约在先，且对方明确表示不会依约支付律师费用。反对，对方这是证据突袭。对方代理人，您刚刚申请了韩律师出庭作证，难道就不算是证据突袭吗？审判长，我方当事人陈硕律师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先行留置涉案款项呢？答案就在这段录音里面。我方要求把这段录音当庭播放，请审判长许可。同意。别的接触吗？没有啊，什么录音我也不知道，谁录的，什么时候录的，这不是。来看一下。我们跟明海达成这个协议，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帮你们打赢了官司。那按照法院的判决，明海要还你们5000万，还有1700万的违约金。你们在和解的时候放弃了这些要求，不放弃又能怎么办？是，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，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。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，您说，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？想涮我，这种人还没生出来。我的搭档摊上刑事案了，我能不操心吗？您操心找陈硕去啊？让他念您的好，你找我干嘛呀？我找你，你不是陈硕的代理律师吗？对吧？我找你，我不找你找谁？我找你有事儿，你爱来不来？正宗公台有十几个镇，7、8条江，玉皇君知道。韩主任，这么晚有事儿吗？爱情真伟大。为了陈硕，你是什么事儿都愿意做呀？陈硕是我的当事人，我现在是他的律师，我当然要为他负责。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？你看看你，我一直说你这个 GP 得改，你就是不听。来，听听这个。不放弃又能怎么办呢？是，你们是帮我们打赢了判决，按照我们之间的这个协议，我们还得再给你们1000多万。您说？这协议我们怎么执行？有了这个录音，法官一听就明白了。陈硕之所以把共管账户变成专属账户，是因为明山一开始就想坑他，之所以动手脚，完全是为了自保的无奈之举。什么时候录的？陈硕被关进看守所，我就知道了。不把他弄进去，那许卓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但是我没想到韩主任您在这个时候，竟然能站在陈硕这一边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我一直是站在正义一边、见义勇为的好律师。行，打住啊！我刚有点感动，这肯定是正义被黑得最惨的一次。但我还要表明我对您的敬意。这个敬意虽然来得有点晚，但是我接受。师傅，谢谢您。姜还是老的来，这我拿走了。今天，在这个刑事审判的法庭上，其实我作为一名律师，内心是充满悲哀的。本案无疑是一起单纯的合同纠纷，可对方却罔顾诚信，践踏合同在先，利用刑事手段打击报复在后。他们不光
在欠款得手后，想出卖曾为自己冲锋陷阵的律师，还想把帮他们渡过难关、自担风险的人送进监狱。所谓是背信弃义，恩将仇报，莫过于此。我们承认，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，但他也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。在这里，我们特别要补充的是，根据协议第8条之规定，明山集团未经陈硕律师同意，私自和对方达成和解协议，是陈硕律师已完成所有约定义务，那明山集团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的律师费用。按照该合同约定来说，那我方的当事人所得到的代理费就不该是区区这560万元。其余的部分，我们会在另外一个法庭上去争取。谢谢。说得好。全体起立。按涉委托代理协议履行的过程中，双方未就因代理事项产生的费用进行结算，自诉人明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指控陈硕侵占的数额无法确定，罪名不能成立。自诉人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，其纠纷应另案处理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95条第3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陈硕无罪。薛律，对于这次胜诉，您有何感想？胜诉是必然的，法律是公正，我们无这事儿我知道。喜欢你飒，谢谢啊，喜欢你专业。打扰一下二位，罗律师，最近经常出现像这类把经济纠纷当成刑事案打的案例，对本案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们将起诉明山集团，索要双方依协议规定的我方当事人的全部代理费用。我们无法容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，更无法容忍利用刑事手段打击合作伙伴的践踏法律底线的行为。谢谢，谢谢您，罗律师。马上上诉。孙总，许律师，学界认为这起案件是一场合同纠纷。等会儿。为什么要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？听你们说着。是否有意打击同行呢？我们坚持认为，陈硕律师的行为已经构成侵占罪，而且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私自处分委托人的执行款，这已经违背了律师的你看看人家的心理素质和最基本的职业道德。我们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他的行为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插一句话啊，刚才是您说的吧？说许律师是打击同行，是不是？他说的直白一点，不就是打击我吗？在这案子里面。但是作为当事人呢，我不认同这个观点。徐老师是法政先锋，我跟他呢只是在对法律的理解跟认知上有所不同。在法庭上我们是对手，在法庭之外，他是我的前辈，我也很崇拜他。来，给我们拍个照吧，谢谢。来，他们看着还挺好的。输了官司什么感受？别忘了，你以前是我手下败将，这次就算输了，也不是输给你。嘴还挺硬的，这官司输了，这律师费拿不到，他们能出卖我，肯定也会出卖你的。放心吧，明山会上诉的，哪怕我收不到费，我也把这笔钱给拿回来，咱们早点交。输了官司，别不开心啊！找机会我去看你上课，好吧？再见，许律师，拜拜。治不了他了，来。哎，法院门口注意形象。我得宣示我的领土主权啊！我提醒你啊，别赢场官司就得意忘形的，小心许卓撺掇明山上诉，再真把你给弄进去。我怕他呀！我女朋友是谁呀？我女朋友是罗英子，罗的律，为了她男朋友怎么可能输官司呢？是吧？行了，去吃饭吧。看着呗，谈了吗？再报3秒钟，1、2、3，可以了。秋吕终于有笑模样了。
当初说什么来着？我说许哲这小子，爬得高摔得惨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哎，该，太该了！我跟你说，我这卯着劲儿，第3次我给他送你，给他送去。这鉴于最近发生这些事儿呢，我想了一下，我想自己出来成立个律所，然后呢，诚邀你从我所里出来，咱俩单干呗，好不好？当老板，自己当，赚钱多。逗我玩？诚心的。别闹了。不行不行，你怎么不行啊？不合适，哪儿不合适？我还是觉得呀，你就得跟罗英子一块儿干。你去他们所去，你想啊，夫唱妇随，夫妻老婆店，这多好啊！你干嘛老瞪着我呀？我必须瞪着你啊！咱俩一块儿干，将来我出什么事儿的话，你能帮我担着点儿。真损你！你这，我知道你没什么好心眼儿。我进了他们所，万一将来出了什么事儿，他要负连带责任，那是我的挚爱，我哪忍心呢？我是那背锅的啊！开玩笑，我跟他都是次的，俩人在一起太近了，彼此伤害。出来呗，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也跟你说实话，我就觉得呀，自己干。压力太大。哎呀，这谁没压力呀？在哪儿没压力呀？你在大诊所没有压力吗？我问你。我在大诊所，你知道我哪有什么压力啊？我每天上班去，沏壶茶，上网，养养乌龟的。家里边也没压力啊。你嫂子那边工作稳定，孩子学习也不错。你有什么案子给我介绍点，我还能分点成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说老哥，你多大岁数了？躺平了？你要养老吗？我问你，人得折腾，你就出来跟弟弟一起折腾呗，好不好？咱这么的，重活累活，脏活急活全都找我行不行？你呢就负责给我当定海神针，这所里，你就负责一些什么这个法律上咨询，是吧？弄个盆栽，没事刷刷手机，多清闲呢！自己当老板赚钱多，幸福着呢，好不好？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吧，我都有点动心了啊！必须动心，就这么定了，来。哎，不，你让我考虑考虑。可以的。行。哎，还有一件事啊，就咱俩开律所，是不是得有？分成。谁不关心这个？1是1，1是1，成不成？不行，那还得有个合约什么的吧？你说签就签。行，我信你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我又上了个套啊？哎，那还有一个事儿，说，咱俩成立律所，人忒少点儿，咱俩不适合在外面跑跑颠颠了，得有个跑腿的。是吧？跑腿来了，薛律师。哎，黄人，我思考过了，多少分？429分。可以，他当时360压着线过，你比他强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属于特长生。师傅，我想让您继续做我的指导律师，跟着您学习。可以，我这正好跟你薛哥商量呢，说我们一起成立一个律所，你到时候加入进来呗。行啊，没问题啊，只要你带着我玩。想个名字。对，想个名字。小名字那就是从您的名字和薛律师名字里各起一个字儿。那是什么呀？朔风，风朔，太难听了。风朔不行，朔风，素风，素风也不行，要不把嘴闭上吧。职业素养。不好，你再想。其实我想了个名啊，稍微有那么一点直白，可是挺好。什么呀？铜钱所。外圆内方，多好的名字啊！闪耀着价值的光芒，人没进来就知道咱所里全是钱串子。你呀就嘴行，还天天的钱串子，干的全是赔本的买。我觉得是行的。哎，要不我们改2个字呢？相同的同，乾坤的乾，头顶同一片青天，心中同一个信念。我觉得这行，这有意义，比你那强。铜钱，同一片天空下，想的都是钱，就铜钱所了啊！同一片天空下，咱想的都是钱，钱就来了。来，铜钱所成立了。来，铜钱没有的嘛？有，多来点，铜钱所，铜钱所，差不多了啊，该来了啊！
哎，来了。哎呦，慢点，慢点。贵客，有失远迎。哎，你好。哎，陈律师，哎，总，快去，快去。小刘，把他们车开到车库去啊！好嘞，快，请您快动作。来，哎，我来，茶都给你们泡好了，压箱底儿的好茶呀。哎，尝尝，一会儿啊，走的时候一人带点走啊。孙总，哎，咱先不着急喝茶，我就直接说正事儿了，好吧？啊，那天下庭的时候，许卓律师的意思是怎么着？咱们明山集团还是要对我提起诉讼啊？哎呦，不能够！您别听这个许卓呀，他那胡说八道，那是他自己的意思。我们明山集团绝对不会再跟你们打官司了。真是他自己的主意啊？陈律师，您也替我想想，明海欠的这笔钱欠了那么久，我也实在是山穷水尽了。咱们之间的事儿呢，是我不对。我呢不该打您那律师费的主意，可我也是被逼的呀。现在您把我告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努力的改正。孙总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，我们这边撤诉了。撤了？撤了。我跟陈律师来之前呀，已经向法院申请撤诉了。哦，估计这2、3天呢，法院就会通知你。哎呦，这让我说什么好啊！陈律师，你真是太大度了，我惭愧。千万别这么说，孙总，这是老话说的嘛，这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我也有我的问题，之前呢，我也是太较真了，一根筋啊，没太实际的考虑到咱们这边明山集团的情况。那现在呢，我看出来了，您确实是想先救企业，不是想不还钱。所以呢，咱们之间的过往就地翻篇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行，您要是就这儿就翻篇了，那我孙明山不是成了3斧子砍不透的这个厚脸皮了吗？您的那个代理费，按照我们合同来算，应该是800多万。您呢提走了560万，剩下的您放心，我让会计尽快的给您打过去。不，既然你刚才说我大度，那我就真的大度到底。但是呢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那我之前确实是提了560万，可是这其中呢，良诚所的部分，还有韩之通律师的部分，都已经返还给你们。那我就想说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咱们这边能不能把韩之通那部分再给他返回去，行不行？那没问题啊。那我代谢谢你。哎呦，您别这么客气。孙总啊，还有一个事儿啊，我跟陈硕呀，我们俩出来单干了，自己成立一个律所。以后呢，您要是觉得我们俩还行啊，法律上有什么问题，随时跟我们联系。哎，那就别以后了，咱们现在就办吧。不瞒你们说，我们啊跟明海集团还在谈判。虽然这1审宣判的结果是很正面的，但是架不住这明海太抠门儿，我们这律师团队呢也不太给力，所以我正想换。哎，这么着，我呀尽快拟一个合同，我们签了它，以后我们公司的法律业务都交给你们，怎么样？哟，说好了走了，好，好，哎呀，谁找我啊？师兄，好久不见。罗英子，哎呀，大美女，越来越漂亮了，坐。哎呀，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帮一个死刑犯打到发回重审了，厉害啊！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哎，我给您一张我的新的名片，我现在不在良诚所了，我自己给自己打工。当年我就说你有本事嘛，罗总。哎，别。那师妹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，师兄。您曾经是不是代理过一起医疗事故纠纷的案子？那个当事人叫杨翠丽。哦，有一个，那是小案子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怎么了？那这杨翠丽是不是对您还挺信任的？应该算很信任吧。当年的时候呢，他的经济比较窘迫，也没什么正式工作，那就更请不起律师了。我就帮他打的这个法律援助。当时呢，他就觉得，哎呀，免费的律师嘛，肯定不上心。没想到我把这个案子打赢了，还帮他呢拿到了6万多块钱的补偿。你这么看，他肯定很信任我。那您知道他跟梅先生之间的事情吗？梅先生什么事儿啊？梅先生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，因为这个强奸案呢丢了律师资格，这事儿您知道吧？啊，这起强奸案的当事人就是杨翠丽。是他呀？
当年这个案子可是当庭翻供的。对，您也了解梅先生，他不可能会收买或者威胁证人去改变证言的。所以当年呢，这个杨翠丽突然就改变了证言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梅先生夫妇，拿杨翠丽当枪使了。所以我这边呢，就是，所以你想找他说出真相？梅先生啊，不想让我去找他，因为他不想再翻案了，他只是想知道当年是谁陷害了他。不过呢，我确实是私下自己找过杨翠丽，但是他也什么都没说，所以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也只有推测，没有证据。你看是这样啊，师妹，这个杨翠丽呢，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。我代理她的时候连正式工作都没有嘛。但是去年她给我打了一个拜年电话，跟我说工作找到了，也生了孩子了，生活算是稳定了。咱们这个时候找她聊这件事情，会不会有点？我们不惊动任何人，只是私下找他谈谈，行不行？梅先生他也明确跟我表示过，他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他不想翻案。所以我觉得，无论杨翠丽说出什么，都不会对他未来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的。师兄，这个我觉得对梅先生来说是一块心病，那我又是他的学生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帮他去找出真相。行，我想办法帮你把他约出来。杨女士，那天突然去找您，确实是太冒昧了。我为我这样的行为，对您说声对不起，也希望您能够接受我的道歉。如果你还是为当年那件事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小杨啊，这个梅先生也是我的老师，如果他真是无辜的，我哪怕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也希望你能说点什么。杨女士，我虽然是为了梅先生的事而来，但是其实梅先生一直在跟我说，他反对我调查此事，因为他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肯定也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，他不希望我给您带来第二次的伤害。他都这么说了，你还来找我干啥？首先，当年梅先生的丈夫确实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性命，而梅先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丢了他的律师执业资格，更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，这件事儿不光是在折磨着他，我相信同为女性，也一样在折磨着你。您是一个善良又有勇气的女性，不然10年前您不会冒着名誉受辱的风险，去把真相告诉梅先生的。我以前跟你说过了，当年就是梅律师教我这么说的。小杨，罗律师这次找你呢，并不是想让你在法庭上面改口，更不会把以前的事情告诉你的丈夫还有你的孩子，他只是想帮你一下梅先生。我不信，你们谁的话我也不信。要不师兄，我能跟梁女士单独谈谈吗？好，你聊。哎，谢谢。梁女士，这是她个人出具的一份承诺书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她只是想要一个真相，她说了绝对不会翻案的，也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，因为她也跟我说过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一个女人最容易被所谓的名誉所摧毁，所以她特别能够理解您为什么对这件事情选择保密。如果您肯给她一个真相的话，她从此对这件事情永远会选择保持沉默的。如果您还是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把我的个人信息和我的名字签在上面。他自己怎么没来？梅先生怕您见到他会有压力。他说，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但是他很怕您和他面对面坐在一起，您心理上还是可能会无法承受的。如果我说了，
这件事就能过去吗？是的。那承诺书在这儿，选择权也在您。梅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也不说一声。是英子让我过来，说跟梁成所所有的合伙人在一起听一个故事。听个故事？什么故事？我们到会议室说吧。好。梅先生，合伙人都到齐了，咱们开始听故事。是这样，10年前的一天，9月21日是一个星期一，那天梁成所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客人，他就是梅先生夫妇曾经代理过一起强奸案的受害人，他叫杨翠丽。当时这个强奸案马上就要开庭了，杨翠丽已经出具了是交易而不是强奸的证言，但是她心理压力巨大，所以她就想到梅先生这里来寻求一点心理安慰。但是很不巧，那天于大良律师正好出差，梅先生虽然一整天都在律所的办公室里，可是始终都没有见到杨翠丽，反而现在这个会议室里的很多人那天都见到了杨翠丽，大家都应该还有印象吧？我可没见过这个人，我是梅先生出事以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人的。韩律师，您那天是没有见到他，因为那天您被另外一件事情绊住了。什么事儿？我怎么不记得呀？陈晨，您对这个名字还有印象吗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那天一早，现在已经离职的陈晨律师就去找梅先生哭诉。你先别说，你先让他把话说完好不好？行，来，你接着说。韩主任给我发的那些骚扰信息，我到现在还留着，我是真的受不了了呀！你别血口喷人，你们这帮女孩就是年轻，就是神经质。我约谈你个工作，你就叫骚扰，那你以后别工作了。梅主任，他哭诉的原因是因为他说曾受到韩律师多次骚扰。梅先生得知此事以后，就把韩律师叫到自己的办公室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杨翠丽来了。看这事儿，您好，女士，请问您找谁呀？你好，你好。我找于大良律师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于律师他出差了，不在所里。那梅律师呢？哦，那这样，您在沙发稍坐一下，我给您问问。梅先生，那天前台是给您打过电话通报的。您是否知道来的人是杨翠丽呢？当时只是告诉我有当事人要见我，我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着，他们呢一是不肯道歉，另一方要到律协投诉，就这么僵在那儿。我让我的助理去了前台，他是去了，但是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。贾女士，你来了，你找梅主任？对，他在吗？他这会儿忙，走不开。你是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也没啥大事儿。
没事的话，你看你要不要改天再来呀？杨翠丽找不到明先生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，她不知道她出具的那份证言将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正当她失望的想离开良城所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出现了。杨小姐，你好，杨小姐，我是梅主任的学生，我叫张志。梅主任呐，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能忙完，让我来接待你一下。他把杨翠丽带到了会客室，在那儿，杨翠丽又见到了许多人。在座各位的照片，我都一一跟杨翠丽女士确认过了，她认出了你们所有人。也就是说，在那个上午，你们这些人都在她的面前出现过。虽然说了不同的话，但是中心思想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如果她出具的最新的证言和之前给警方出具的证言不一样，那她将要承担作伪证的法律责任，甚至将要面临最长3年的刑期。这一切将会写在判决书里并公布出来。杨翠丽女士将不得不离开她这个好不容易才落下脚的城市，并将面对亲朋的鄙视。我今天回来啊，一不是为了翻案，二不是跟大家算账，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如果一个人心存不满，做出那些举动，那可能是他的问题。但如果大家不约而同，那肯定就是我们的问题了。今天在这儿呢，趁这个机会，咱们把它说开。好吧，我先说。梅先生，我上学的时候，您是我的导师。我过司考的时候，您曾经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更不用说我郁郁不得志的时候，是您把我招进了良城所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您曾经的帮助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可是，您跟于先生，难道就不知道当初在良城所你们是怎样的存在吗？我们怎么了？你们专横、霸道、说一不二。就算我们已经不再年轻，就算我们已经事业有成，但在二位的面前，在你们的眼里，我们还是小跟班儿。稍不顺从，就变成了大逆不道。没错，梅先生，您大概早就忘了那件事儿吧？那是东方电子诉通达贸易公司的合同纠纷案。这案子呢，是我找来的，也是我主打的。我只是对分配比例呀，稍稍提了点看法。于先生呢，就在开早会的时候，当着全所律师的面把我骂得狗血喷头，丝毫不留情面了。可后来，我们分配给你的，比你提出的要求还要多。可我在意的，不是你们多给的钱，而是我被践踏的自尊。还有我，在我升合伙人的过程中，是您和于先生一再说我资历不够，创收不够。其实真正的原因，是我平时喜欢顶撞二位，二位是想给我一点颜色看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让你成为了合伙人。那是我当你们的面
低头认错以后才让我当的合伙人。梅先生，你们想过我向你们认错的时候，心里有多屈辱吗？方丽红，那你呢？我们最欣赏的就是你，还提你当了创始合伙人，你不会对我们有积怨吧？梅先生，我觉得您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您和于先生的问题所在。你们认为对别人有恩惠，别人就得对你们感恩戴德。没错，我是创始合伙人，但是我有创始合伙人的权利吗？每一次的合伙人会议，不都是于先生开头，您来结尾，中间别人说的任何话，就像空气一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杨翠丽出现了，是吗？对。但是我们哪个人都没有要故意去勾陷两位先生的意思，只是没有想到会造成那样的悲剧结果。为此，我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。这是全部的事实吗？当然。这并不是全部事实。那你说，事实是什么？你们的动机难道仅仅是因为梅院二位先生在律所里面一手遮天，不给你们任何自主权吗？没那么夸张吧，但基本上就是这样。这事不会那么简单吧？既然梅先生都说了，今天把话说开，我承认，是因为所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。只是巨大的风险，不是巨大的利益吗？你能不能不用你的价值观来判断一切事情啊，林子？当年的筑城案，利益非常大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分配的权利。可是呢，我们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。我们是被迫才做出这些小动作。这没有什么不可承认的。我来说，筑城案有巨大的利益，管理费最后超过了5000万，而梅先生跟于先生宁愿跟许卓来合作，都不用我们资金。是啊，梅先生，你也知道，当时筑城案，您是用良城所的名义接下来的，一旦出现问题，不止您和于先生，我们作为良城所的合伙人，都要共同的来承担赔付巨额赔偿款的风险。巨大的利益，我们得不到分配，但是要共同承担巨大的风险，凭什么呀？所以，我们就选择把风险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可是当时你们并不了解筑城案的情况，到底是谁告的密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事到如今，没什么不可以说的。是许卓。这是我始终不愿相信的事实。筑城案，我们和许卓配合默契，利益一致。可他为什么要陷害我们？梅先生，看来您对许卓了解还不够多。当年他的律所刚刚成立，根本经不起任何风浪。但是您和于先生的作为，
相当于把他拉进了一个深深的泥潭。您觉得他甘愿去冒这个险吗？所以那天，当梅先生被韩律师的事情纠缠住的时候，你们大家凑在一起，并不只是发泄对梅玉先生的不满，你们还在讨论铸成案这件事情该怎么办。正好这个时候，杨翠丽出现了，你们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，可以轻松地扳倒梅玉二位先生，从而把铸成案从他们手里夺过来。当然，雪崩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。当他们二位倒下的时候，他们往昔的徒弟蜂拥而上，抢走了他们的案源，剥夺了他们的利益，甚至包括他们安身立命的资本和生命。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都该为此而负责。我不接受这样的指控。我认为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，说了对律所和那个女孩负责任的话而已。如果说我对不起梅先生的话，我承认，作为梅先生最相信的学生和合作者，我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件事情告诉梅先生，仅此而已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反思自己，我们的专横，我们的自负，我们无视他人，给他人带来的伤害。在这儿，我给大家道歉。我接受命运对我的惩罚。